日本女生的地位到底为什么这么低呢？难道是女权真的没办法在那边发展吗？Hello everyone， 我们是继续说书人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帮助我们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很多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疑问：为什么日本跟韩国的女性地位这么低？难道都没有女权运动吗？答案其实是有过啊。那今天就来讲这个有过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那我们时间倒转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前有一段非常蓬勃发展期。但随着经济收入以及就业环境的全面提升，日本的女权思潮十分高涨到什么一个地步？就是当时的日本女性有一个说法是，一个日本的女性应该有4个男朋友，一个跑腿男，第二个买单男，第3个礼物男，第4个本命男，就是真命天子这样子。那当时呢，请日本的女性吃饭都是得付5万日元以上的高级餐厅，还要去高级酒店送昂贵的珠宝首饰。他们会觉得说，我是新时代独立的优秀女性，你当然追我，你要拿出诚意来嘛。对。那个时候还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恋爱资本主义啊，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听过。那之后呢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又进一步发展成平成新女性。平成新女性的主张是不结婚，不要理会男人，我们女性都很美好，要互相帮助，而男人呢都是臭男人。对，那我们女性呢要追求自由，鼓励女性结婚，那是男人的阴谋，他们想要通过婚姻压榨我们女性。对，那些男人都是臭男生，我们不要理他们这样子。简单来说，你可以把恋爱资本主义理解为要礼物的那一派女权。那平成新女性呢，可以理解为我们都不要礼物，强调社会层面、职场层面那一个权利的那一波女权。对。但是呢，不管有没有分歧，他们的目标都还是一致的，共同谴责任何案件里的所有的男性犯罪者。只要一起共同反对职场性骚扰，一起反对职场歧视，看起来这个平成新女性的这个发展应该是要很好的啊，就是怎么会变这样子呢？但是呢，问题在于慢慢的日本的女权开始出现了扩大化，或者是说呢，一个群体在对另外一个群体有了优越感之后，往往都会走向歧视跟对立。所以是女生讨厌女生。对，所以有一个话是说，3个女生聚在一个小房间就会产生战争。对，那当时呢，女性会觉得说，我是高贵的平成新女性，你们这些普通的日本男人哪有资格跟我站在同一条线上了，对不对？那男生呢，只要跟女生有一丝的身体接触，就这样，那他可能就被冠上各种猥亵还有强奸的罪名。那在地铁上呢，你可能会发现的很明显，只要有男生任何原因碰到了一个这个女的，都会被骂痴汉。对，那主管呢，如果发邮件给女下属，那就会变成职场性骚扰，有点太过。对，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听，你会发现这些太过极端的事情，往往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因此呢，在无形之中，日本女权呢开始专职骂男性，各种扩大化，甚至有一些污蔑案，也都是当时的舆论日常。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电车有所谓的女性专用车厢。对，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因为这种发明，照理来说，应该是要先发生在中欧国家才对啊。对，他们不是宗教原因，就是男生女生要分开嘛，他们女性的歧视更严重。对，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在他们那边发生，那怎么会在日本先发生呢？很奇怪吧？所以呢，当时这个方法就是很直接的，我物理隔离开来你们男生跟女生，那什么歧视这种状况，什么性骚扰都不会发生嘛。女生不用担心被痴汉骚扰，男生不用担心自己被女生搞死，那就是 win-win 嘛，两得嘛，不是完美吗？那问题在于呢，泡沫的年代结束了，日本的消失的20年开始了。日本的男性选择躺平，女性的诉求开始失去了工具人的后盾，直接崩塌。日本男生开始变草食男，对，就是都不进攻，都不做。对，这很可怕，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然后有点像要发生在各个国家了。而像我朋友，他是一个日本人，他就是觉得说，日本的女生他们会主动去追男生，反而他来台湾觉得很困扰，是台湾女生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在日本的话，都是女生告白，但在台湾反过来，就是其实是前一个世代的状况，因为前一个世代是变成日本人开始越来越多草食男，然后反而女生会怕自己嫁不出去，所以我要快点进攻，我要快点去找一个对象。这个就是这个泡沫时代后的后遗症。
那因为经济的大环境变化了，泡沫的时代造成日本企业能给出天价的 offer 的数量减少了，直接进入了崩盘时代。各种企业都开始担心自己生存的问题了，哪里还有心情敢开放招人，然后还给你在那边什么性骚扰一大堆有的没的这样子。那1991年呢，日本企业的需求人数跟最终录取率的比率是2.86，也就是说大学生一毕业只有2.86家公司正在等着他。很少，就是你投那么多履历，他们是很早就开始投了。对。那到了2000年呢，这个数据跌到了0.99，也就是说必然有1%会失业，找不到工作。这是大学新鲜人的情况哦。那同时呢，这个日本企业也迎来了末路。在1990年的前后呢，当时世界上500强的榜单有150家是日本企业。到了2015年呢，只剩下了54家。2015年哦，这少了快100。对，这很近哦，这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而已了。那经济停滞，企业倒闭，公司裁员，岗位减少了，总结起来就是蛋糕不够分了。那当蛋糕不够分呢，自然就会引发所有人的自保。这个时候，所有的政治正确都失去了意义。现在职场已经变成了物竞天择的大逃杀时代。对，那在所有人的大逃杀之中呢，日本的女性是第一个出局的。抛开政治正确，任何人都要了解说，在这个践踏的环境下是没有一个任何规则可以拘束的。男性选择不结婚、不恋爱、不要命的躺下来，那最后呢，女性是非常难过的。因此呢，这才让家庭主妇这类的传统职业抬头。但是呢，有调查显示说呢，婚后丈夫希望妻子成为家庭主妇的男性呢，在各个年龄段呢都不超过16%。虽然说因为想要自己老婆出去工作，对，大家都觉得说，双薪家庭当然好啊，谁不希望钱多一点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日本的女权在极端化之后，就遇到了这个非常大的问题是，他们放弃了一开始提升女性自我的这个主要宗旨，转而开始向男性开炮，希望让男性让渡利益。所以呢，几乎所有的诉求都是建立在与男性合作上的。当时的女性认为说，我认为你应该要尊重女性，我认为你应该要学会共情，我认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应该要提升自我，学会送礼物。对，因为没听错，就是当时的日本女性要求就是提倡这个嘛。那当时的躺平族草食男给出的答案是说，不要，我不是正常男性，我就废物，我就烂了。OK 那个骂完了，我能回去躺着吗？那面对一个彻彻底底摆烂，连自己的人生都躺平的对手，你会发现女性不管吃什么招，通通无效。对，我就不要怎么样。好，那面对人生胜利组的男性呢，他们总不会也摆烂嘛。那可是呢，面对这种人生温拿，他们表示说，不要，我也不是正常男性，我拼了18年才好不容易能够坐在东京的银座顶楼喝咖啡。你想跟我提要求，你有资格提要求吗？现在有资格提要求的是我吧，国吧，下一个你不要，我有下一个。那到了2016年呢，在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的调查问卷显示说呢，希望结婚的男性只占了38.7%，而妇女呢占了59%，这个比例很悬殊。男性的大量躺平，不躺的男性数量稀少。那女性在职场上的失败之后呢，发现在婚恋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快要挂了。最后呢，日本女性结婚的要求从当年的3高：高收入、高学历、高个子，变成了现在的有工作不家暴就行。变成现在这样子，所以才会有那个女生要去追求男生的这个文化才慢慢起来的。就现在有点像这种。可是我觉得很可怕的是，台湾感觉在步入人家的后尘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身边的结婚的人蛮多的。蛮多的吗？对啊。可是根据统计处的调查，这个数据是逐年下降。一定会下降啊，但是不知道我身边的人蛮多在结婚生小孩的，可能他们就是帮忙成长。虽然说这样感觉好像，接下来好像很有趣，可是这个有趣好像有点惨烈。就迟早有一天会爆掉的。对，那其实呢，这个日本的女权是成功的，只是笑到最后的不是女性，而是吸收了女权思路的那群男性。女权的思潮打破了婚姻的枷锁跟传统的枷锁，但是呢，也一大部分的男性吸取到了这个思路的精髓，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资在自己，并且包装自己，成为了比女权还要女权的新独立男性那种感觉。那男性嘛，他们又拥有耐操跟能奋斗的这种属性在，所以呢，他们成为了救急无敌的利己主义者，成为了这个大逃杀时代中笑到最后的人。那我想知道，那韩国呢？
对，其实韩国跟日本的文化非常的似曾相识，就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。但是呢，这个韩国更可怕。等一下我们下一集会讲到韩国，而且现在以数据来看，7年级的结婚率跟生子率是低非常多的。那我们8年级好像蛮赶的，就是不知道我身边朋友真的都在结婚，我觉得都在生小孩。我们8年级的结婚的感觉都是家里比较。也没有啊，对，好像也没有啊，也没有，就是我觉得啊，还是比较乐天。先有，那个是不得不结婚的，还是8年级生比较乐天，比起7年级生，因为7年级生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那8年级生感觉过得比较爽，就觉得好像生活就这样，就是我觉得我结婚好像放弃了吗？不是，也不是，就是没有想到，没有想这么多，没苦过，就是苦的也是可以，就是舒服过一生，就是来了就来了吧，比较乐天啦，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？我觉得乐天是讲好听的，也不是啊，这也是一种好事啊，就是你虽然月入没有多少钱，但是你过的生活还可以，那也不错。对了，这样讲也是没错啊，而且很多人可能他们家里是已经有房的，他们就不太有这个购房的需求。对。因为今天如果摒除真的要买房，我觉得真的是不可能。这个已经太扯了，这个什么不吃不喝30年才买得起一间房子这种事。现在开始的观念很多都是我干嘛买房，我租房就好。对，只要放弃买房这件事情，好像生活是相对而言比较宽裕。我可能租房，我每个月多个几万块出来。对，但买房这个东西的话，就另外再说，就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。对啊，投资上的东西啦。对，反正就是整个女权，不管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极端。极端都会爆，不管任何事情都是啦，万物都要保持在一个完美的平衡，才能维持秩序。没错，萨诺斯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对，萨诺斯有问题找他。好，那各位观众，你们为什么觉得日本的女权到现在发展不起来呢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